前阵子，全球首富马斯克把推特买了下来，成为了推特的新主人。但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马斯克多次的反悔，双方也一度闹上法院哦。整个剧情比8点档还要精彩。究竟马斯克为什么要买推特？为什么过程当中一直反反复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马斯克收购推特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0月26日，马斯克拿着洗手盆，一脸笑嘻嘻的走进推特总部，同时他也将自己的账号简介改成推特老板。全球社群龙头之一的推特正式被马斯克给接管了。过去这半年哦，这起全球瞩目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一开始马斯克大张旗鼓宣布要收购，到后来反悔不买，又突然决定要买，连续的把夹弯，不止让推特的股价像坐云霄飞车暴涨暴跌，暴涨暴跌。也让大家看得一头雾水。究竟马斯克在打什么样的算盘？最后为何回心转意？全球首富买下社群平台，到底想要干嘛？以后的推特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按照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上次出国旅游买免税品是什么时候呢？疫情终于解封哦，不管想出国的你，机票抢到了没？都可以先到深恒昌内湖旗舰店享受逛免税店的购物乐趣。逛深恒昌内湖旗舰店不需机票，也不用护照，可以在各种专柜保养品之间享受跨品牌的折抵优惠，还有各种限定款、大容量商品，让你一次买好买满。近期要出国旅客，深恒昌内湖旗舰店更加码超优惠活动，年底前只要凭护照及航班资讯，就能够领免税购物金3000元，消费还会再赠送包含 WiFi、机场接驳服务等等的出国大礼包哦。再配合市区预购、机场提货服务，先下定再出国，回国后顺路取货也是超方便。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把握优惠活动，规划一趟犒赏自己的免税购物之旅吧。马斯克本身是推特的死忠用户，他几乎每天都在发推文，而他的账号也有超过1亿的追踪者。要知道，推特全部的活跃用户大约也才4亿人而已，可见马斯克的影响力有多么的惊人。不过，对于推特的经营方式，马斯克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批评。马斯克自诩为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他常常认为推特的内容审查太过头了。像是去年美国发生国会暴动事件之后，推特就以煽动暴力为理由封锁了川普的账号。马斯克就认为推特这个决定非常愚蠢，已经伤害了言论自由。在他的眼里，推特其实很有潜力，可以打造成全球言论自由典范的社群平台，也可以有很好的获利模式。但公司高层不会经营，才让推特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为了改变推特的经营方向，今年以来马斯克就不断的购入推特的股票，而到了4月时，马斯克已经买下了推特 9.2% 的股份，成为了推特最大的股东。而推特也顺水推舟邀请马斯克一起加入董事会，参与推特的重大决策。那虽然马斯克一度点头答应，但他后来可能发现进入董事会影响力还是有限，要跟其他董事合作也不容易。这个时候呢，马斯克就蹦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直接把整间公司买下来吧。4月中，马斯克正式向推特提出了收购的请求。他希望以每股54.20美元，总金额440亿美金，也就是台币1.4兆左右的价格，买下推特100% 的股权。之所以要买下整间公司是为了让推特从交易市场下市，迈向私有化，成为一间私人公司。只要变成私人公司呢，就可以不用考虑股东的想法，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马斯克尽情的改造推特。马斯克也强调，收购推特不是为了商业考量，而是要让推特成为民主社会当中可靠的言论平台，这对于人类的社会来说非常的重要。而这起交易也在市场上面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大家这才知道马斯克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打算成为推特的新主人。不过，对于马斯克热烈追求，推特一开始似乎并不领情。在收到了马斯克的收购请求之后，推特高层其实有点质疑。首先虽然马斯克的报价比推特当时的股价还要高一些，但也有高层认为推特的估值应该要更高，值得更好的收购价格。第二，推特也不清楚马斯克要从哪里生出这笔庞大的资金。尽管马斯克是全球首富，但他大部分的财产都跟特斯拉的股票挂钩，要换成资金可能也没有那么快。在充满疑虑的情况下，推特一度启动了毒丸防御想要抵抗马斯克的收购。但是马斯克不久后就表示，钱的部分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从各大金融机构融资，把特斯拉股票拿去贷款，又自己的口袋里面呢掏出了不少钱，凑齐了这一次交易所需的资金，让推特重新考虑他的提议。再加上外界也认为推特最近几年的营运状况不太好，营收一直没什么起色，现在卖公司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很快的，双方就坐上谈判桌，开始讨论收购的事宜。而在4月25日，马斯克与推特正式签下了协议，收购案也即将成为定局。但是签完协议没有过多久之后，这起交易马上就出了状况。5月中，马斯克突然宣布他要暂停这一次的收购案，而此话一出呢，推特的股价也立刻暴跌20%。马斯克认为推特上面充斥了太多的假账号、机器人账号。虽然官方的资料显示，推特上面假账号的数量只占全部用户的5% 以下，但马斯克认为假账号数量呢至少有20% 以上，推特的资料呢有误导、诈欺的嫌疑。而如果假账号、机器人太多，可能会让广告商投放广告的效益大打折扣，也会影响推特的营收。因此，马斯克表示他会组织团队针对假账号进行调查，在无法厘清真实数据之前，将不会跟推特继续交易，甚至也有可能会重新调降收购的价格。但是对于马斯克的说法呢，推特则严正反驳，假账号的问题根本没有马斯克说的那么夸张。而不止推特难以接受，许多分析师也觉得马斯克在这个时间点暂停交易，动机可能不太单纯。事实上，推特假账号的问题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之前很多的研究单位都有报告指出，推特假账号的数量会比官方估计的还要多一些。而身为长期关注推特议题的马斯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外界分析，马斯克之所以突然踩刹车，背后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有消息指出，在签完协议之后，马斯克的朋友们一直在跟他劝说，认为推特价值没有那么高，这笔交易不太划算。后来，马斯克可能也觉得自己真的买贵了，才用假账号呢当做理由，希望跟推特杀个价。而第二个原因是5月份之后呢，特斯拉的股价一路惨跌这也导致了马斯克的财产大缩水，用来收购推特的资金出现了缺口，才让马斯克不得不赶快喊停。不过尽管传言满天飞马斯克还是强调他是因为假账号问题才暂缓收购案，而这个案子呢就这样子一路拖到了7月初。7月9日，马斯克更直接表示他不买了，要结束这一次的收购案。马斯克的决定呢，不只让市场上面一片错愕，也让推特气到把马斯克告上法院。推特向法院表示，双方已经签订了协议，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收购案，要用公权力逼马斯克把钱拿出来。对于推特采取的法律行动，马斯克则感到不以为然还是用迷因嘲讽推特是在自取其辱。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呢，这场官司马斯克的胜算非常的低。如果马斯克要撕毁他跟推特协议，就必须要证明推特假账号的估算方式错误这件事情，会对呢整个交易案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但就像前面讲的，推特假账号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负面消息，可能不具有重大不利影响条件。再加上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马斯克的说辞呢也反反复复，大部分的证据都对马斯克不是很有利。原本法院预计在10月17日正式审理这起交易案，不过就在开庭的前2周，剧情却突然又来一个发夹弯了。10月3号呢，马斯克在深夜联系推特高层，表示他愿意按照之前的协议用440亿美元收购推特。但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大家看的真的是一头雾水哈，不是说不买，现在又要买，到底是在演哪出啊？那虽然马斯克没有明确的说明让他回心转意的原因是什么，但分析师们推测，马斯克的态度之所以会180度大转弯，主要是因为他跟律师团队呢都觉得这场官司的胜算真的太低了。继续打官司呢，马斯克很可能会败诉。如果败诉，除了会被迫强制执行收购之外，也可能要负担这段期间推特的其他损失。那既然如此，主动完成收购案，避免法律纠纷，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也有人推测，马斯克原本可能缺乏资金，但他找到了新的金主，才决定继续交易，或者是马斯克担心这场官司会连累到特斯拉等等。不过，不管是什么理由，马斯克最后的决定终于让这场肥皂剧迈入了尾声。10月27日，所有的收购程序正式完成，马斯克也成为了推特的老板。而在他入主推特之后，马上就展开了大动作的改革。在马斯克入主推特之前呢，市场上面曾经传言马斯克会裁撤75% 的推特员工来节省开支。那虽然说马斯克之后否认了这个说法，但他在掌管推特之后，还是进行了一场人事大地震。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马斯克进到推特的第一天就立刻开除了包含执行长、财务长在内的多位主管，也马上解散了这个董事会，让自己成为推特的唯一董事。同时，推特员工也收到了通知公司会进行一定规模的裁员。另外，马斯克也引入了50位特斯拉人来接管
推特，展现了想要全面领导的野心。而根据推特提交的文件，推特也预计在11月8日从纽约的证交所下市，成为一间私人公司，让马斯克能够更自由的进行改革。那么接下来推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未来推特预计推出改良版的订阅制度，用户只要月付$8就可以享有许多的福利，包含看到更少的广告、发布更长的影片、在回复时获得优先权等等。而所有拥有蓝勾勾着身份验证的明星、网红或者是媒体，也都必须要额外支付费用，才能够延续蓝勾勾的标志，开启更多的进阶功能。而至于在言论自由方面，马斯克曾经说过，他会把内容审查调降到最低限度。而外界预期许多过去被停权的账户可能会被解除封锁，加入马斯克掌管的新推特。而另外一方面呢，马斯克日前也宣布了，他想要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全新平台 X， 就像是中国的微信一样，同时拥有付费轿车、购物等全方位的功能。而在买了推特之后，这项专案的进展将会大大的加速。那虽然现在还很不清楚这个专案是会成立新的平台，还是直接在推特上面大改革，但之后出现一个马斯克版本的微信，应该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看完了整体交易案的发展之后呢，除了感到过程真的好混乱之外，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马斯克真的有可能把推特变成言论自由的乌托邦吗？这件事情在技术上面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拿掉内容审查制度，就可以让每个人自由的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上，可能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面，仇恨、歧视言论、假讯息恐怕会迅速的攻占整个平台。那如果推特上面都是极端言论、假讯息，不只可能会赶走很多一般用户，也会让广告商不愿意在上面花钱投放广告。尤其现在的推特还有90% 的营收是靠广告收入，所以说要是马斯克希望推特能够稳定的赚钱，短期内应该还是要看广告商的脸色。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前阵又表示他不会让推特成为随便说话都不用负责的地方。换句话说呢，一定程度的审核可能还是必要的。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马斯克对广告商的信心喊话。那么如果还是会有审查机制，那审查的标准是什么？跟之前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这样还算是保障言论自由吗？这些可能都要打上一个问号。而另外一方面，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心中还有一个超好奇的疑问是：身为全球首富，马斯克应该有超多花钱的地方，他到底为什么对推特那么执着呢？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一起讨论吧。你觉得为什么马斯克这么想买推特呢？ A. 他看不惯言论自由被限制了，想要靠自己改变现况。 B. 他觉得推特有潜力成为金鸡母，帮他赚到更多的钱。 C. 他想要掌握话语霸权影响舆论的方向。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马斯克为什么要买推特。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以及脸书的内容审查。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